我们现在人在 Luzern， 今天的行程呢是要去附近的一座山，叫做 Pilatus， 下午再回来逛逛琉森市区。其实我昨天就到了，但是实在是累到爆炸，连续好几天没有睡好，所以就只是去吃了一个小点心，然后就回饭店 chill 了。那今天的行程满档 ，Let's go！饭店有的时候会提供免费的交通票，那就是在你入住的那几天之内，你可以在它涵盖的区域免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时候也会有可以折抵一些博物馆的票啊，或是长途旅程，就是你可能超过该涵盖的区域的时候，你可以不用付那一区的钱。所以他没有特别说的话，可以跟饭店问问看，这样可以省下一笔交通费。从 Luzern 去 Pilatus 有很多条路线，最简单的是这一条，因为 bus 的部分已经被 cover 掉了，所以减了2瑞郎，只要 18.5。这个是 Luzern Bahnhof 的平面图，那圈起来的就是搭 bus 的地点。地上都有这一种脚印的装置，我刚刚差点以为我踩到狗大便。我们现在人来到了 Klins， 可以看到后面它都有很贴心的这个标志，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你在哪里，也不会迷路。我们对面就是 Pilatus Bahn 的搭车地方，可以看到它对面竟然有韩国餐厅耶，所以还蛮好记的。刚刚走过来的路上还有看到韩文。现在在车上了，我刚好自己一个人搭到一班车。你们可以像我一样在 SBB 的 App 先买票。那因为饭店刚刚有说过，饭店有 full bus 了嘛，所以直接从 Klins Pilatus Bahn 开始买就可以了。进来之后，它就会有机器，你就刷 QR code 直接去刷进来就可以了，像这样。还蛮方便的。这 SBB 班我之后会再出一集详细的介绍它，简直就是在瑞士生活的救星。现在已经渐渐来到高处了，可以看到下面超美的。后面是因为现在已经3月中，今年天气真的偏暖，所以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始长出绿绿的青草了。但是上面来到这边呢，又是有雪的地方，可以见得它的海拔高度到底差了多少。刚刚呢会经过另外一个车站，叫做 Klingsberg， 就是你在你的手机 App 里面是可以看到它会停几站的，所以记得不要下车哦。不过通常都没有人下车，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已经上升到海拔一定的高度了，上来的时候就是耳朵会有点耳鸣。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这种小木屋，那其实瑞士人很多呢都喜欢退休之后就搬到这种深山里面来隐居。那身为都市 girl 的我，其实不是非常能够理解。
现在呢，来到这一站叫做 Fragmente， 是要往 Pilatuskum 的中间站，所以这边要换车。然后景色非常的美丽。上 Fragmente 的缆车之后呢，马上就可以看到 Luzern 最有名的 Vierwaldstätter See， 它是瑞士第4大湖，然后是在瑞士的中央，穿过了5个不同的 canton。现在到了 Pilatuskum 这个方向的景色比较好看。Hon 的意思呢是指山峰，特别是指就是圆锥形或是山峰比较圆的那种山。这座山呢就是 Pilatus。Alphon 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中期，那它早年的功能就是用于沟通，像是牧羊人要把羊群、牛群缴回谷仓挤奶啊，然后不同山峰之间、村庄之间的人在沟通，或是山谷的人要叫山顶的人回家吃饭啊之类的。到了1800年，就是19世纪开始，由于产业的转变，他们瑞士渐渐变成像是奶制品制造啊、起司之类的 ，Alphon 的使用就越来越低。那到了1820年代左右，由于浪漫主义的兴起，造成了 folklore 就是民谣的复苏，还有一些观光产业的发展，让 Alphon 重新以乐器的姿态回归到大家的眼中。那现在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当做乐器来被演奏，那有可能是独奏或是3重奏、4重奏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来到这座山有很多东西都跟龙 dragon 有关系。那其实是因为呢，这座山中世纪以来就流传一个传说，说有治愈的龙住在这座山的岩石的裂缝之中。近几年他们就把这个传说变成一个互动游戏，那大家来的话可以玩玩看，就还蛮有趣的。这个传说的起因呢，是1421年有一个农夫他看到一只 dragon， 然后就被吓晕了，起来之后就发现这一只 dragon 留了一颗石头在他旁边，这颗石头竟然有治愈的功效。这颗石头呢，至今也在琉森的博物馆里面展出。有一个说法是因为这座山以前一直会有打雷闪电，所以就可能轰鸣的那种声音吧，所以才会有这座山住着一只 dragon 的说法。现在走出来可以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标志，就是很多瑞士的这个 walk 都会有的标志。然后后面这边好像夏天的时候就是 open air musical 的，那叫什么 open air the rock 还是什么的 festival 的场地。我非常不推荐在这种情况不接的时间来。今天是3月16号，因为 winter 的 activity 没有办法做，因为没有雪，然后夏天的东西又还没有开。餐厅它只开礼拜5到礼拜6，所以今天礼拜4也没开。Dragon Walk 因为冬天所以没有开。刚刚看了它的 forerun 的影片，夏天来的时候很漂亮，很多有 activity 可以玩，冬天也可以滑雪啊。但是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晚上还可以住在这边的饭店，看星星什么的。大家还是要选对时间来瑞士玩。
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它到底没开的有多夸张。就是可以看到这边是关起来的，然后这个地方最有名的东西是它的 Pilatus 的 Railway 火车，据说是世界上最陡的火车。但是呢，它夏天才有开，冬天是关起来的，所以现在你只能坐很无聊的缆车上来，就是瑞士哪里都有的缆车。缆车之后，建议可以进这一面，就是走到这一边来，下跟往上的时候都一样，真的这边好看很多。好了，我们准备要回去了。我从今天早上9点出门，大概11点多到，然后现在11点20左右。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真的不是很推荐大家在3月中4月这个时间来，因为天气好像还会在下雪，但是又没有雪，所以 winter 的 activity 不能做，夏天的 activity 也不能做，然后一堆东西都没有开，所以真的。大家要斟酌，尤其是 Pilatus， 它最有名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火车。那火车又因为是冬天没有开，那就非常的可惜。不过还蛮有趣的是，今天好多美国人呀，大家都是那种就是perfect English， 然后还有请导游的。我真的觉得很少在瑞士看到有人在请导游的，基本上不是跟团来的，不然就是自己玩。哇，有点听到他们在讲什么。刚刚有一个 chapel， 就是教堂，那它是一个在山上的教堂，所以基本上应该是那个小村庄的人要结婚都要就是跋山涉水的跟那个牧师一起走到那个教堂去结婚这样。